沈念，你终于醒了。婉儿妹妹，怎么是你？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想杀了你。原本我是沈家的唯一的小公主，锦衣玉食，沈家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可是凭什么你一出现，就要分走我一半的爱？我问你凭什么？沈婉儿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我没有想抢走你的宠爱。你别干傻事儿，行吗？你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，现在只要你死了，我就还是沈家唯一的小公主。你不能杀了我，爸妈和哥哥不会放过你的。爸妈，哥哥，你难道没有发现你在沈家3年，他们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你？在他们心里，我才是沈家唯一的女儿。今天就算是你死了，他们也只会关心我。不会的，我可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、亲妹妹，他们不会的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做个测试。我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了，看看他们待会儿来了，是救你这个亲生女儿，还是救我？你没事吧？哥哥，是他要杀我！你们快救我！他要杀我！他要烧死我！说她才是沈家唯一的女儿，我不配做沈家的女儿。逆女，你怎么敢？爸，明明被绑的是我，你为什么要相信沈婉儿啊？还在给我演！我沈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儿？这年天了，咱就带婉儿走，别管她了，走，我明明也是你们的女儿，也是你们的妹妹。妮妮，小叔叔，念念别怕，小叔叔带你出去。没想到生命的尽头会是你的藏身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记得被我的好父母、好哥哥们狠心抛弃，最后被沈婉儿活活杀死。难道我重生回到了过去？沈念，我问你，婉儿脸上的伤是不是你打的？爸，我相信姐姐她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别怪她了。他都把你的脸打红了，你怎么还在为他说话呀？沈念，我告诉你，婉儿永远是我们的妹妹，就算你回来，你也别想赶走她。自从你回来，不是偷家里的东西，就是欺负我。之前收养你的家庭就是这样教育，真是没有教育。我怀疑亲子鉴定报告是假的，这女人哪有我们家半点记忆？沈念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婉儿脸上的伤是不是你打的？果然和上一世一样，我怀着对亲生家庭的憧憬回到沈家，本以为阖家团圆是幸福的开始，却没想到被沈婉儿这个绿茶各种污蔑。我的好爸妈和我的3个哥哥也偏偏偏心，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都不用解释了。你们说的没错，沈婉儿是我打的。沈念，竟然当着我的面打婉儿！我打了，又如何？婉儿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在你们眼里，我恶毒不是1、2天了，你才知道。你够了，沈念，我真没想到啊，你竟然无法无天到这种地步！给我跪下！我说滚不跪呢？那我就打到你跪！从我回到沈家开始，她这个养女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有问过我一句是否委屈吗？你有相信过我一次吗？你没有，那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？爸，可是
我不顾小叔叔的反对，回到沈家，就是为了报答你们的深恩，却没想到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。那既然这样，这个深恩我就不报了，你们这些家人我也都不要了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我知道，你觉得我不该出现在这个家里。你要是心里有气，你就打我吧。我是该打你。这一巴掌打你鸠占鹊巢抢我家庭，这一巴掌打你颠倒是非辱我名声，这一巴掌打你心肠狠毒害我性命。沈家的一切我都不稀罕，你想要就拿去好了。沈念，你想干什么？从此我跟你们沈家再无瓜葛。沈念啊沈念，你讨好沈家这么久，连顿饱饭都没吃，还得了胃病。小叔叔，念念，感谢二位对我们孤儿院的资助啊！应该的啊。哎，这孩子呀，这孩子叫沈念，说起来挺可怜的。这孩子平时在我们孤儿院特别的孤僻，从来不跟生人接触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！二位能不能好事做到底？医生说这孩子缺少家庭温暖，你们能把他带回去一段时间吗？跟我回家，可以吗？你爸妈来接你了？你确定要跟我回去吗？去吧。如果受了委屈，记得回来找我。小丫头，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沈家说了要好好待你，怎么把你害成这样？来人，沈家给你。不要，小叔叔，我想回家。好，小叔叔带你回家。上一世我为了讨好沈家，辜负了真正爱我的人。这一世我的家人只有小叔叔，至于沈家，他们对我做过的一切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婉儿被沈念那个小野种给打了。什么？沈念呢？那个野种打完人就离家出走了。什么？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他在这个时候离家出走？别走，这里有一份合同需要你看一下。小叔叔，行了，出去吧。喝点鸡汤，暖暖身体。谢谢小叔叔。你身上的衣服是一直照顾你的保姆张妈帮你换的，你的房间她也帮你收拾好了，和以前一样。以后你就留在裴家吧，沈家不要你，我要你。小叔叔，你对我真好。你是我裴思年的人，只要你还留在我裴家，无论你想要什么，开口就好了。对了，那个离开沈家以后，你有什么打算呢？再有1周就要高考了，我想抓紧时间准备考试，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。我听说你被沈家逼着退学以后，已经1年多没去上过学了，离高考已经没几天了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找几个教授，帮你补习一下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我回到沈家以后，一直受他们的影响，也没能好好学习。但是我有信心，这次一定考个好成绩。那就好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就算你成绩不好，我裴思年也能养你一辈子。上一世我受沈家的影响，高考发挥失利，断送了自己的人生。
这一世，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。我要掌控自己的人生。拿着。不用这么着急，我送你。你看谁来看你？念念，婉婉、周坚，念念。婉婉和周坚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可惜前世我回到沈家以后，被严厉要求不能和以前的朋友交往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没想到重回一世，我们居然能再见面。快来，念念。婉婉、周坚，能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这一世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，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念念，你离开沈家的事儿，裴叔叔都跟我们说了，是不是他们又欺负你了？没错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帮你出气。不用了，我现在跟沈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。我也不想再讨好任何人，以后我要过好自己的人生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在。没错，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高考押题册，你们拿回去一定要背下来，知道吗？高考押题册，念念，你要高考？没错，高考是最容易改变人生的，所以想要主导好自己的人生，就一定要在高考中拿到好成绩。还记得班主任跟我们说过的话吗？当然记得。记得。春宵有路终须到，今晚不饮是归。2023届全国高考即将开始，请大家有序进场。高考，我们来啦！哎呀，乖女儿，这2天高考呢啊，多吃点，别累到。谢谢爸。还是没有沈念的消息吗？大哥，你不用管他，那个野种想要离家出走的手段来吓唬他，以为咱们就会求着他回来，简直是做梦。二哥说的没错，沈念只要还惦记着沈家的好处，就肯定不舍得离开沈家。他想试探我们的底线，那我们就晾着他，等他闹够了，自然就回来。他回来，你们谁都不能为他求情，我一定要治治他这个坏毛病。爸，说不定姐姐只是一时糊涂，等过几天高考完，她自己就回来了。哎呀，我的乖女儿呀，他打了你，你还为他求情啊？要有你一半懂事，他也不会过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难道沈念离家出走，并不是像我想的那样任性胡闹，而是有什么原因？小雨，少爷，沈念住在哪儿？沈念小姐的房间就在地下2层左手边的第1间。那里不是杂物间吗？大少爷，沈念小姐回来以后就一直住在杂物间，而且杂物间的位置太小，连一张床都放不下。沈念小姐就一直睡在地上。什么？一直睡在地上？一直睡在地上？没错。带我过去看看。大少爷，沈念小姐在家的处境很不好，不仅睡得不如女佣，甚至连饭都常常吃不饱。怎么可能？沈家家大业大，又没人苛待，他怎么能吃不饱饭？大少爷，您工作繁忙，经常不在家，所以不知道。但是我和沈念小姐相处了1年，她什么处境我再清楚不过了。有一年生日，一个自称是沈念小姐小叔叔的男人送来了1盒蛋糕，沈念小姐很开心。但是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她不仅没有吃蛋糕，还差点饿晕过去。生日蛋糕？爸、大哥、婉儿，这是我小叔叔送给我的蛋糕，你们要尝尝吗？脏死了，赶紧拿开！什么乱七八糟东西都往家里带，丢出去，丢出去！这是我小叔叔亲手做的，他干嘛？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吗？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！我告诉你，离你那些穷亲戚远点，别带在我家里一股穷酸气。忙去吧。我后来不是给他一个蛋糕吗？哦，
你说的是那个箱子里的蛋糕吧？可是那个蛋糕里面有花生，沈念小姐对花生过敏，她又不舍得丢掉，就一直收藏着，哪怕发霉了都不舍得扔掉，还经常对着蛋糕发呆。她既然对花生过敏，还将这个蛋糕整整珍藏了1年。沈念，这蛋糕你拿来吃了。蛋糕，你记得我的生日，谢谢大哥，这个是你送给我的第1份礼物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生日快乐！大少爷，你怎么了？小雨，腾出一间卧室，把沈念的东西搬进去。可是老爷夫人，都说是我说的。吩咐下去，全力寻找沈念的下落。一有消息，大少爷，沈念小姐在家的处境很不好，不仅睡得不如女佣，甚至连饭都常常吃不饱。大哥，你今天怎么没去公司啊？对啊，我在等沈念的消息。二弟，沈念离家出走这么久，你联系过她吗？那个女人心肠歹毒，差点把婉儿的脸弄毁，我怎么可能联系？大哥，我觉得其实你不用太担心姐姐，她只是一时叛逆，没有体会到我们大家的好。等她想通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她就是个扫把星，要是有婉儿办法好，也不至于被赶出家门，还不如死在外面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为什么打我呀？你说错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沈念也是我们的妹妹，再让我听到你说这种话，就别叫我大哥。二哥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这大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竟然为了姐姐打你，该不会是姐姐给大哥说什么了吧？沈念在大哥面前告我状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，二哥，你去哪儿？今天可是高考放榜的日子，姐姐肯定在江大附中附近，你可千万不能去找她。哎，二哥。立刻去江大附中。走吧，我们也去江大附中。老师，我来拿高考成绩单。沈念，你知道你考了多少分吗？满分750分，你足足考了720分，你真的是个天才呀！老师过誉了，都是您教的好。市里的领导决定为你举办一场庆功宴，邀请全校师生还有学生家长参与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？我都听学校的安排。好，不骄不躁，你将来一定很有前途。这是你的成绩单，快点拿着回去吧。谢谢老师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样优秀的孩子，家长得有多骄傲啊！小叔叔，我拿到成绩单了。考得怎么样？我考了。哎呀，算了，我改变主意了。等过2天庆功宴你就知道了。啊，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车来了，我还得去跟同学聚会呢。拜拜。沈念，你给我站住！沈念，你给我站住！放手！沈二少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沈念，你装什么呀？你打婉儿，装无辜，现在还在大哥面前告我们状，啊？不就是想博取大家同情吗？你简直是恶毒！我告状，我心机。是啊，姐姐，就算你想引起大家的注意，你也不能挑拨大哥和二哥的关系啊！你知不知道二哥今天因为你被大哥打了一巴掌？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是听了沈婉儿的话，特意来找我麻烦。说吧，你今天想怎么教训我？是关我禁闭呢，还是再打我一巴掌？沈念，你自己做错事，少攀扯上婉儿。婉儿不像你这么心机深沉。姐姐，我和二哥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可不能不识好歹呀！闭嘴！
我跟沈怀里说还有你什么事？沈念，你又当着我的面打碗，快给碗道歉！你。裴总不好了，沈念小姐被人欺负了。喂？什么？沈怀里去找沈念麻烦了？我也在这，我要第一时间赶到这边。那接下来的几个国际签约会议怎么办？我们去。怎么？沈二少又想动手了？好啊，来啊，打呀！反正你们沈家对我动手已经成了习惯了，不是打我巴掌就是关我禁闭，让我下跪不让我吃饭，反正都是要动手。你又何必找什么理由呢？沈念，你装什么无辜啊？既然沈二少不打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怎么，装无辜没用，现在开始装生病，那可怜了。好啊，沈念，我告诉你，在我这里，你装什么都没用，因为你一直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狼心狗肺，欺负我，偷家里的钱，夺取大家的头钱，你简直是很多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沈怀里，我多谢你的刻薄和愚蠢，让我对沈家最后一丝感情都没有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屑回沈家，我更不屑你们的同情。你以后要是再来找我麻烦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放手！沈念，你简直是缺乏过人性！我今天就替爸妈好好教训教训。住手！我的人你也敢动，我都不耐烦了。沈家欠念念的账，我会跟你慢慢算。大哥，那个男人是谁呀？就让他这么轻易的把那个小畜生带走了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沈念是我们的妹妹，我不准你一口一个小畜生的叫她。大哥，他明明就是他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。才不后悔！就算那个女人死了，我也绝不后悔。沈念的家属在哪儿？沈念的家属，我是护士，我是沈念的哥哥。沈念现在怎么样了？病人有严重的胃病，幸亏底子好，要不然就危险了。你是怎么当哥哥的？病人正处于青春发育期，你竟然让他连饭都吃不饱。签字吧。饭都吃不饱。签字啊！啊，好。等一下，病人说他的亲人只有他的小叔叔裴思年，你们谁是裴思年？你们谁是裴思年？我是。签字吧。病人情况怎么样？医生已经对他做了处理，没有太大问题，可以出院观察。你跟我来吧。好。沈念竟然连我这个哥哥都不认，难道真的做错了？小心。小叔叔都这么晚了，你为了照顾我，一定还没吃晚饭吧？小叔叔不饿。大哥，你还没
小关吧，这是我亲自煮的鸡蛋。大哥一定是太忙了，才没时间理我的。我以后要成为像大哥一样独当一面。念念，医生说你营养不良，需要休息，跟大哥回家吧。大哥，你是谁的大哥？我在沈家整整3年，现在这样不都是你们造成的吗？你装装样子就想让我继续讨好你，一不开心就要关我禁闭，让我罚跪。我还是说这些，沈大少爷都已经腻了，现在换新花样了。你现在虚伪的样子真让我觉得恶心。念念，我真不是。放手。这是3年来你们沈家给念念的生活费，每个月200块，一共是7200，现在全都还给你。念念和你们沈家要记。念念，先别走。再拿你的脏手碰他，你这只手就没怎么想要。念念，你真不认我这个大哥了吗？念念，大哥给你买了蛋糕，我知道你对花生过敏，所以这次的蛋糕里绝对没有花生。你放心，你在沈家这些年所有的委屈，大哥全都弥补给你。冰淇淋蛋糕，沈大少爷还真是用心了，只可惜这个口味是沈婉儿喜欢吃的，而我现在因为胃病站在医院里面，你觉得我还能吃吗？念念，对不起。带着你虚伪的道歉，给我滚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念念，大少爷没事吧？1个月200，3年期间啊，这怎么可能？念念，你放心，我会将你这些年在沈家受到的所有委屈全部调查清楚。小叔叔，我听说你今天有几场重要的签约会议，是不是因为我你又耽误了？不重要。小叔叔，我真的撑你了。小叔叔在你们家。哎，你女回来了，让她滚过来，跟婉儿道歉，否则就不认你这个女儿。爸，沈念她没回来。什么？没回来？哦，那应该是还有钱，等她把钱花完了，自然就滚回来了。哎，哥，这个草莓蛋糕是给我的吗？还是我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味？你大哥一向疼你，肯定是送给你的。妈，沈念来咱们家3年了，您知道她喜欢吃什么，有什么忌口吗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们婉儿啊，对于芒果过敏，最喜欢吃的是香草味的冰淇淋。沈念，妈，沈念她对花生过敏，您可千万别忘了。我每天在家里打理掉大大小小的事务，又没有亏待她，知道她的忌口又能怎么样？那每天厨房阿姨都在背着她饭菜，在这儿装可怜，给谁看？就是。那您去她住的房间看过吗？您知道她一直住在杂物间，常年吃不饱饭，饿出胃病。怎么可能啊！我们
们沈家又不是什么小门小户啊，这厨房里都有阿姨备着饭菜呢。这沈念怎么可能吃不上饭？肯定就在说谎。小雨，夫人，去把负责做饭的阿姨找来。好，让她当面揭穿沈念的谎言。你好，夫人，我就是专门为少爷小姐做饭的营养师小茹。我来问你，你平时给大小姐都做什么饭？韦夫人，我们每天都会按照严格的营养3餐标准，为婉儿小姐制作专门的营养3餐，来保证她的健康和营养。饭后甜点呢，也会根据婉儿小姐的需求来做，比如婉儿小姐喜欢的冰淇淋，还有花生味的点心这些。那沈念呢？沈念是谁啊？沈念是我们沈家刚刚找回来的大小姐。你告诉大家，你平时都给大小姐做什么饭菜？我们只知道沈家的大小姐只有婉儿小姐，没有听说过叫沈念的呀。没听说过？那也就是说，沈念住进沈家3年，没吃过家里一口饭。她一个从乡下来的一身臭毛病，突然回到我们这种高门大户，我是怕她养成骄奢的性子了。她自己做饭怎么不行啊？妈，要不让我的专属厨娘以后给姐姐专门做饭吧，反正我自己也会做饭。你给什么给呀？我们家厨房那么大，米面菜什么都有，我们婉儿都能自己做饭，沈念她就不能自己做饭吃啊？在这儿装可怜，给谁看呢？可是夫人，您吩咐过，说害怕沈念小姐的穷酸气脏了家里的空气，除了客厅和杂物间，不允许她去家里的任何地方。厨房她去不了呀。府楼已经调查过了，这些年，沈念一直在学校的食堂吃饭，这是他吃饭的饭卡。饭卡？那也就是说他有饭吃嘛？我就是说嘛，我是他亲爹，哪有亲爹不让亲女儿吃饭的？这样传出去，不得笑死我？是呀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们沈家给他钱充饭卡，供他吃饭啊，他怎么可能吃不上饭呢？知道从哪个贫民窟学来的坏毛病，还知道装可怜骗人了，早知道就不该把他领回来。这张饭卡里常年只有10几块钱，他每个月吃饭也只有这些钱，这还是他勤工俭学打工赚来的。后来妈觉得他上学没用，逼他退学之后，他连这点钱都没有。而这些才是我们沈家3年来给他的所有钱，7200块，他一分都没花，现在全还给我。怎么可能这么少？我每个月都让财务支给婉儿，最少得有5万。沈念我也是为了锻炼他，让财务每个月给他200。他是家里人的，吃不上饭干嘛不说话呀？他可以直接上财务那支钱去，又没人拦着他。老爷夫人，我想起来沈念小姐应该去找过财务的。看，我就说嘛。老爷夫人少爷，沈念小姐每次生病没办法去兼职的时候，就会去找财务支钱，收据都在这里了。这些不是收据，而是借条，这都是几十几块钱的，上面还写着还款时间。借条？妈，我就想知道，几十块几毛钱还需要打借条？沈念在我们家究竟是家人还是下人？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一直都是这样。我劝沈念小姐多要点生活费，她说这是锻炼自己，不想给家里添麻烦。宋志良，我们沈家
什么时候到了70块钱都拿不出来的时候了？啊！你这个当妈怎么当的？你是怎么当爸的？你干嘛不给他生活费？妈，我们从来就没有主动关心过沈殿，就连他兼职的事情都是小雨告诉我的。我真的不能想象这3年他究竟是怎么过的。你是在怪我？我是怪我自己，没有早点发现这一切，要不然事情就不会闹到今天这种地步。好了，都别说了，去把沈念给我接回来。难怪沈殿对我们这么怨恨，原来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好在这一切还不晚，趁我们对他的伤害还没有那么深，我得赶紧把沈殿接回来。你想找姐姐，随时都可以找。但是今天下午是我学校的高考庆功宴，你要求全体学生的家长都去参加，我不想你缺席。可是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就生气了。哼！算了，我们虽然对不起沈念，可婉儿是无辜的，我还是先参加她的庆功宴吧。好，大哥答应你。家好，大少爷，那沈念小姐那边怎么办？等我参加完婉儿的庆功宴，我就把沈念接回来。念念小姐，你高考到底考了多少分呀？这么神秘，连裴先生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张妈你就别问了，等晚上庆功宴你们就知道了。好的。乐谱本怎么用完了？我去拿本新的。这不是我小时候的乐谱本吗？小叔叔竟然还留。对呀。还有我小时候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是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拍的，那时候你才这么大，现在都长大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相依为命了整整10年。小叔叔，你比我亲生家人对我都好。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的亲人只有小叔叔。好了，庆功宴快开始了，我们走吧。小叔叔，你要做好准备啊！我的高考成绩一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好啊，让小叔叔等着看。这次我们婉儿考了690分，比3模成绩还高出了20多分，真是不错。爸妈，你们就放心吧，这次我超常发挥，肯定能拿到本市的状元，给咱们沈家争光。好好好，到时候你想要什么跟爸说，爸都买给你啊。沈念呢？他还是不愿意回来。他甚至都不愿意接我的电话。不过我参加完婉儿的庆功宴，就亲自接他回来。不回来就不回来，省得给我们沈家丢脸。我们有婉儿这么优秀的女儿，妈妈呀就足够了。爸妈，哥哥。爸妈，哥哥。我以为是沈念回来了，不过也对，以他的成绩，根本没资格参加这种宴会。对了，念念也参加了高考，不知道她的成绩怎么样？小叔叔，我们到了，就在里面。沈念，你终于知道回来了。小叔叔，你先去里面坐着，我待会儿进来找你。不需要我吗？我自己可以处理，去吧。那我在里面等你。念念，我们已经知道你在家里受的委屈了，爸妈也同意你回来。我原本打算去接你的。是吗？那我怎么迟迟没有看到沈大少爷的人呢？
是因为你选择先来参加沈婉儿的庆功宴，再来接我是吗？不是，其实我在你眼里，沈婉儿永远是第一位，我永远排在她的后面。凭什么呀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原谅你啊，沈怀瑾？念念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沈念，你说这么多，不还是自己滚回来了吗？宋女士，我看你是误会了，我今天来是参加学校的庆功宴。你也参加了高考？夫人，沈念小姐不仅参加了高考，而且还和婉儿小姐在同一所学校。那我怎么从来在学校没有见过她？回夫人，您一直只参加婉儿小姐的家长会，从来不参加沈念小姐的。哼，开家长会是要上台发言的。婉儿学习成绩好，不像你，只会给我丢人。你妈说的不错，沈念，你别怪我们总偏心，亏待了你。你也不想想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拿学习成绩来说吧，婉儿从小接受的顶级教育，学习成绩一直非常的优异。可你呢？啊，能考一个大专都不错了。我和你妈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你让我们怎么有脸参加你的家长会呀？你们就确定沈婉儿的成绩会比我好？念念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婉儿，但婉儿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，你不应该在这方面逞她。沈念，逞一时之快是弱者的表现。欢迎全体师生及家长前来参加本校的庆功宴。庆功宴马上开始，沈念，你好好看看，你和婉儿的差距到底有多大？咱们走。念念，我知道你有怨气，不甘心在爸妈面前认输，但你真的不应该说比婉儿学习成绩好这种大话，爸妈会更生气的。沈大少爷，我的事就不用你费心。哎，沈念，老师，我才来呀！庆功宴啊，你今天是主角。主角？当然了，你可是足足考了720分了，是史无前例的。哎，刚才过去那是你的父母家人吧？我现在呀，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。哎，老师，他们不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在那儿。哦，好好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庆功宴啊，你得上台发言，可别忘了感谢你的家人。嗯，我知道，谢谢老师。欢迎大家参加本次高考的庆功宴。本次的庆功宴的规模远超以往，那是因为咱们学校本次高考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好成绩，打破了咱们云城甚至江州的高考分纪录，成为江州的高考状元。而本次高考记录的创造者是沈强，是沈先生的女儿。我们感谢沈先生为我们培养了一位优秀的人才。婉儿真的是高考状元，婉儿真的是高考状元呐！当然是婉儿了，校长不是说了吗？状元是咱们沈家的女儿。恭喜婉儿！谢谢爸妈，谢谢哥哥，都是你们教的好。老爷夫人，大少爷，咱们沈家可不止一位小姐，还有沈念小姐，她也参加了高考啊！胡说什么呢？沈念那种贫民窟来的学生，不学无术，状元，怎么可能是她呢？小雨，我知道你跟沈念的关系好，不过高考的就是高考，沈念从小都不好好学习，天赋呢又没有婉儿好，所以她不可能是高考状元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高考状元家人上来，一起分享这份荣耀。婉儿，咱们一起去。婉儿呀，爸爸都是沾了你的光啊！啊，走。哎，老大，走，一起上。念念，不要有太大压力，不管你考了多少分，小叔叔养你。放心吧，小叔叔，这次我一定给你个惊喜。哎呀，校长你好，沈先生你好，你们沈家可是给我们学校增足了脸面呢，不但
代表学校向你表达感谢。哎呀，校长哪里话呀？关注孩子的学习，不是每位家长应该做的吗？我们的女儿啊，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她在学习上呢，从来都没有让我们操心过。我们的女儿啊，这次呀超常发挥，看来这次文科状元非我们女儿莫属。不只是咱们江州的文科状元，是咱们全国的文科状元，也是咱们江州的骄傲。当年你的3个哥哥也只是拿了单科状元，我们女儿啊这次非常的争气，我们沈家呀又多了一位高材生。婉儿啊，真的没有辜负爸爸寄予你的厚望啊！妈，其实考这个成绩对我来说没什么难的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家长，还有同学们，大家好！今日我的爱女取得了690分的高考成绩和全国的文科状元，我要向江州的高中再捐一座图书馆，名字呢就以我的爱女婉儿的名字来命名。沈先生，等一等，你说你家女儿考了690分，她叫沈婉儿？对呀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对，张主任，把成绩单给我调一下。什么？沈念才是高考状元？沈念，他不可能，这次考试成绩怎么这么好？张主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校长，这个沈念和沈婉儿都姓沈，当时留的家长联系方式也都一样，这抄错了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沈婉儿690，全校第2，沈念720，不只是全校第1，还是全国高考状元。小丫头竟然真的给我考了个状元回来！有请沈念同学上台发言，大家鼓掌啊！沈念，宋女士，你有什么事？沈念，你平时成绩那么差，怎么会在高考时考出了720分，那么好的成绩？说你是不是作弊抄袭了？抄袭？宋女士，我考了720分，全国第1，你说说，我能抄袭谁的呢？你平时的成绩只能上一个大专的差生，怎么可以在短短的1周内，你的分数怎么会突飞猛涨呢？好，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。曾经我拿着满分试卷回家，你害怕沈婉儿成绩下滑伤心难过，狠心撕掉了我的试卷。你告诉我，别太得意，要低调做人。丢人死了！妈妈，你看我考了满分。妈，你得意什么得意？没看到婉儿考试不利，心情不好吗？拿着你的试卷，去滚回你的房间去！滚！既然受罚不了，你在这考不好，妈妈也会依然爱你的啊！你告诉我，别太得意，要低调做人。所以，我就满足你的愿望，从此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成绩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好了，沈念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嘛，啊！再怎么说，她现在是高考状元，也是继承了我们沈家优良的基因了，也不算给我们沈家丢人。是啊，爸妈，念念虽然生我们的气，但亲情无法改变。如今她成了高考状元，还要发表感言，感谢家里人。我们应该整理好状态，跟她共享这份荣耀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个念女能考上状元，那是我们生得好，教得好。待会儿我发言的时候，我要好好说我这孩子从小是多么的顽劣，是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才培养他的。我取得今天的成绩，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家人，没有他的宠爱与支持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更加努力，成为家人的骄傲。下面有请沈念的家人裴思年裴先生上台发言。有请沈念的小叔裴思年裴先生上台发言。小丫头，等
难怪瞒了我这么久，原来给我藏了这么大一个惊喜啊！那我说过吗？会让小叔叔成为全场家长羡慕的对象，对吧？快来，快来，快来讲两句。各位，算了，其实我并不在乎念念考多少分，我只想她一辈子都健康快乐。庆功宴参加完了，我们走吧。站住！沈念，我们才是你的亲生父母，你得了高考状元，第一个感谢的不应该是我们吗？你怎么能跟一个陌生人拉拉扯扯啊？沈先生，你不提醒我，我都忘了。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情要走。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想宣布一件事情：我曾经是沈强跟宋春林的亲生女儿，3岁时走丢，15岁被找回，13年的缺失，我已经融入不进这个家庭了。现在他们膝下已经有一个乖巧懂事的养女，但是我的出现让他们已经很不开心了，所以我决定割发断亲。从此，我与你们沈家恩断义绝。念念，我知道你对我们有怨，可你那些委屈我们都知道。他已经说开了，你干嘛做到这种地步？沈怀瑾，这是我的决定，与你无关。但我们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，你确定这辈子你就要跟这个男人过吗？他跟你非亲非故，他能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吗？沈怀瑾，你够了！全世界你们沈家最没有资格说我小叔叔。沈念，你要为了一个陌生人与我们断绝关系，你真是太愚蠢了。陈总，虽然你是念念的亲生父亲，你知道他几岁换牙吗？你知道他几岁上学吗？你知道他在学校里得了多少奖，生过多少次病吗？我和念念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能保证，我这一辈子照顾她好。算个什么东西？够了！沈念选择谁是他的权利，我无权干涉。小叔叔，我们走。好。二哥来晚了，听说今年出了高考状元，肯定是咱们晚上吧？哎，婉儿，婉儿这是怎么了？难道第一不是他吗？婉儿考了690分，690还不是高考状元？那谁是高考状元？沈念，720。沈念什么时候成绩这么好了？原来我们一直只关心婉儿。根本就忽略了沈念的学习成绩，更不知道他受了什么委屈。难怪他这么恨我们。啊不可能！就算他心里怨气再大，也不可能这么轻易的舍弃我们沈家的好处。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。不管有什么猫腻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沈念要跟我们断绝关系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原来偏见真的会害死一个人。小叔叔，我们不回家，来这儿干嘛？傻瓜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欢迎小姐回家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给您准备的惊喜。小姐，您只知道裴总做生意，却不知道裴总的身价已经1000亿，资产更是遍布全世界。这栋别墅就是名下资产之一。1000亿富豪，你……我承诺过，一定好好赚钱，让念念过上好日子。这些年大大小小的资产加起来，
也差不多能让念念衣食无忧了。小叔叔，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呀？本来我想把它当做你高考后的惊喜，没想到你考了个状元，也给了我一个惊喜。那我知道了，我们这个叫做心有灵犀。祝贺我的念念步入成年人的世界。谢谢小叔叔。沈总，这是沈念的旧手机，密码已经破译。沈总，您一直在公司里面待着，身体会吃不消的，要不你还是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我第一次觉得那个家压抑的让人喘不上气，这样的地方，沈念竟然待了整整3年。小叔叔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大哥沈怀瑾，名字特别好听，人也长得特别帅，还是公司总裁呢。你可不要吃醋哦。现在是凌晨5点，大哥待会儿要去开早会，所以我特地为他做了一份爱心早餐。大哥看到一定会高兴的，所以我要记录下这历史性的时刻。大哥，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早餐，你尝尝。婉儿最近在减肥，家里不许出现这种荤腥的食物，把这些都倒上。可是这是我亲自做的呀。小叔叔，我大哥今天新谈成了一个大项目，他今年才28岁，就已经是全国知名企业家了。哎，你看，这新闻上全是他的报道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了，都快会背了呢。以后大哥就是我的榜样，我也要做一个像他这样优秀的人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是大哥的生日，他还在公司加班呢，我打算亲自做一个蛋糕给他送过去。我大哥对戒口不容易，也不能吃芒果，和我一样嘴巴挑得很，所以我打算给他做一个苹果味的，就祝他平平安安，幸福快乐。原来那个蛋糕是亲手做。保安大哥，我真的是你们沈总的妹妹，我只是来给他送蛋糕的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沈总只有一个妹妹，叫沈婉儿。你个小土妞儿，哪凉快哪待着，去！大哥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大哥，是。大哥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蛋糕，你尝尝。公司不是你能来胡闹的地方，回去。大哥，还没吃饭吗？快吃。大哥，领导，我真能吃吗？不吃就扔了吧。不吃就扔了吧。都是我的错。小叔叔教你做的蛋糕，你家人喜欢吗？喜欢，我们全家都喜欢，尤其是我大哥，他把蛋糕全部都吃光了，还夸我手艺好。难怪念念有这么坚决的跟我们断绝关系，原来我们给她的不仅仅是礼物，而我又在她断绝关系的时候指责她。
姐的气色这2天看起来好多了。张妈，你不知道，我这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各大高校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，争着抢着让我去他们学校呢。厉害呀！想好去哪个学校了吗？如果我说我想去一所中庸一点的学校呢？不上学都行，反正咱家有的是钱。那不行，学还是要上的。我要去完成我设计师的梦想。从小到大写了这么多曲子，我还以为你想当作曲家呢。作曲家我也要，设计师我也要。人生难得这一回嘛，我想把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全部都做一遍。行啊，那我就努力挣钱，支持我们念念的梦想。好。小姐，外面有一位自称是你大哥的人想见你。大哥，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我不想见到沈念那个人。念念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有话直说，我跟沈大少可不熟。念念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蛋糕，还是你最喜欢的凤梨味。沈怀吉，别摆出你这副讨好的样子。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吃不饱的沈念了，我也不需要你的关怀。没听过一句话吗？迟来的情深比草都亲。所以，带着你的假好心给我滚！沈念，大哥好心给你做蛋糕，这什么态度？放开！来人！出去！沈念，忘了自己姓什么？难道你真的不想回沈家了吗？断亲书我已经签好了，从今以后我姓裴，不姓沈。曾经你们对我做出的种种伤害，我永不原谅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胃病又犯了，我去给你拿药啊。来，大哥，那个沈念真是太过分了，你为了做这个蛋糕，整整1天都没有吃饭，累得胃病都犯了，他却丝毫都不领情。不怪念念，曾经你们对我做出的种种伤害，我永不原谅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！沈医生，你哥没事，就是胃病犯了，加上情绪激动，他才晕倒的。让他好好休息，醒来就会好的。李医生，麻烦你了，治疗胃病，您是这方面专家，我信你。这沈念真是太冷血了，那态度根本就没把我们当成哥哥，更像是仇人。怀里，怎么回事？怀里，你大哥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晕倒呢？妈，我听说大哥去找姐姐了，姐姐不知道说了什么话，大哥一气之下就晕倒了。是婉儿说的这样吗？气死我了！又是沈念，自从他回到这个家之后，咱们就没有安宁过。他真是我们沈家的克星。妈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毕竟大哥可是姐姐的亲哥哥。断亲书我已经签好了，从今以后我姓裴，不姓沈。能有什么误会啊？他一向装可怜卖惨，大哥肯定是被他给迷惑住了。现在大哥躺在病床上，妈，你放心，无论如何我一定把沈念找回来，让他给个交代。哎，沈念找到了吗？二少爷，找到了，沈宁小姐在商场。我这就去把沈念抓回来，让他给大哥道歉。快去！小姐，那天你那2个哥哥来找你，没有欺负你吧？张妈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现在已经不会像以前一样受欺负了。那就好。他们在我这儿讨不到任何好处。哎，这条领带挺好看的，一定很适合小叔叔，你觉得呢？小姐的眼光就是好。念，给我滚出来！小姐。
这群人看起来来势汹汹的，不好找呀！看起来。沈念，你把大哥气晕进了医院，现在还有心思逛商场？沈二少，你们沈家还真是喜欢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沈怀瑾住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敢直接叫大哥的名字？看来我几天不管教你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赶紧跟我回去，给大哥道歉。那你回去问问沈怀瑾，他敢接受我的道歉吗？你惹大哥生气，直呼大哥的名字，简直是不尊尊卑，毫无规矩。现在立刻跟我回去，给大哥道歉。那我也最后再说一次，我无愧于沈怀瑾，更无愧于沈家，我绝不会道歉。好啊，好得很。既然你不守规矩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来人，把沈念给我绑起来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家小姐！哎，小姐，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带走！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小姐，小姐。先生，不好了，小姐被人绑走了。哥，想啊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了念念。当我在梦里梦见她不理我，又是因为那个沈念。哥，你放心，这次沈念害你晕倒，绝不能轻易放过他。什么意思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带进来！沈大少爷，你生病的排场够大的呀，竟然把我绑到医院来给你道歉。不是，念念，沈念，赶紧给我大哥道歉，要不然我就替爸妈好好教训教训。哎，住口！大哥，你别管，这个野种在外面养了一身臭毛病，再不管教的话，就法无天了。管教？我回到沈家3年，我的付出，我的委屈，你们都看不到。可但凡我做了一点不顺你们心意的事情，就会被你们无限放大，指责我不懂事，骂我小家子气，上不得台面。这么多年，你们的管教还不够吗？当初我把你们当家人，你们怎么对我都忍了。但是现在，我跟你们沈家已经断绝了关系。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教我？沈家。小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什么？我没事，你放心。沈总，我跟你说过，你们沈家要是再敢伤害念念的话，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们好自为之。我们回去吧。念念，念念，你别走。大少爷，不好了！公司50%以上的合作方全部解约，我们的资金链要断了。都是哥哥的错。大哥，我好不容易把他绑回来，这野种还没给你道歉，你就这么轻易让他走？念念是我们的妹妹，不是下人。你把她绑回来是什么？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，不许叫他野种！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给你灌了什么迷糊汤？你处处向他说话。怀里，你有去念念的房间看过？沈念来咱们家这3年，一直住地下室，连自己的卧室都没有。爸妈冷漠，我们忽略，甚至都没给过他零花钱，我连饭都吃不上。家有些时候确实忽视了他，让他受了些委屈。但就算是这样，也不完全是我们的错吧？他不说我们哪里知道？就会装可怜，引起你的关注吗？念念不向我们诉苦，那是因为他懂事儿，我们不能拿他懂事儿推卸责任吧？他处处讨好我们，却因为我们的偏见受了那么多的委屈。可是婉儿呢？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全家人的爱，这对沈念不公平啊！大哥，你这是在怪婉儿吗？婉儿又做错了什么呢？我并没有
在咱们家时用过的旧手机，等你看了就明白，该道歉的是我。我累了，你走吧。这个手机是沈念的，只要你看了里面的内容就明白了，该道歉的是我们。作秀罢了，我怎么会给他道歉？请进，坐，怀里。院长，您找我？怀里啊，你最近工作表现不错，好几个棘手的医学案例都在你的带领下攻克，还参与了医学研究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。我已经向上级请示，为你授予医学界最高的荣誉徽章，就是那个迄今为止还没人得到过的顶级荣誉。没错，不愧是我看中的人呐，给咱们医院长脸了。院长，您妙赞了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我每次遇到难以攻克的医学难题，都是向我一位师傅请教的。如果不是他，我绝不可能获得这么高的成就。你是说你背后还有高人指点？可知道对方是谁啊？实不相瞒，我和我师傅一直都是用手机交流，私下从未见过面。3年前我约过师傅一次，可他说他的身份不宜暴露，一旦暴露就有可能给他的家人带来伤害。师傅在医术上有如此高的造诣，若是暴露身份，定能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和爱戴。可他却为了家人，宁可舍弃这万千荣耀，这份感情实在是难得呀。我师傅医术高超，重情重义，能做他的家人是三生有幸的事。不过百里啊，这次获奖可是你人生中无比重要的时刻，你可以趁此机会再约你师傅一次，或许他会答应你。我这就给师傅发消息，约他见面。师傅，多亏了您3年悉心教导栽培，我如今获得医学最高荣誉奖，我想见您一面，当面感谢您。怎么了？表情这么纠结？3年前我收了个徒弟，他在医学方面的天赋非常高。这些年我们一直有在保持联系，他平时有什么难题也会第一时间来问我。他现在得了医学方面的最高荣誉奖，他想约我见一面。怎么？你不想见他？那倒也不是，他是我回沈家的3年为数不多的情感寄托之一，但是我的身份过于特殊，我怕曝光之后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危险。那倒也是，谁能想到当年在国际医学大赛上拿到金奖的神秘沈医，竟然是个普通的女高中生，而且还是在国际黑客榜上被人忌惮和追杀的顶级黑客 J。小叔叔，你也知道，我的身份越少人知道越好。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其他的交给我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去见这个徒弟一面？去呗，能多一个人爱你，我很开心。我答应和你见面，明天下午3点，江州云雀咖啡厅，我们不见不散。我师傅答应和我见面了，而且我们还是同一个地方。师傅，我到咖啡店了，我就在露台的第一桌，穿着白色衬衫、灰色马甲，桌子上放着2本医学书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师傅是我最尊敬的人，我一定要给师傅一个好印象。靠窗3号桌，白色衬衫，书，我的徒弟竟然是他。我想过100种徒弟的身份，却从来没有想到我一直用心教的徒弟，竟然是恨不得让我去死的大哥。我好像迷路了，能拍一个你周围的环境照片给我吗？师傅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要不我去接你？真的是沈念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怎么？咖啡馆是沈安少开的呀？只许你来，不许我来。这情况大哥已经跟我说了。我知道你在沈家受了点委屈，但是这也不是你动摇别人的理由，也不是你伤害大哥的理由。大哥处处为你着想，你却一天都没有去看他。我说过了，我跟沈家已经断绝了关系，就算你们沈家人死，也与我无关。好啊，沈念，
这是你说的。从此以后，你和我沈家再没有任何关系。正好啊，我沈怀里也不想跟你这种人有任何瓜葛。求之不得。这个白眼白白耽误我和师傅见面。师傅怎么还没到呢？沈念，我给我师傅打电话，你电话怎么响？是啊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我悉心教导出来的徒弟，竟然是一直恨不得我去死的沈二少？这不可能！沈怀里，3年来在我悉心教导你经验的时候，你在嫌弃我小家子气上不得台面；在我拉你出事业低谷的时候，你在一步一步将我推向深渊；在我教你治病救人的时候，你在叫我去死。还记得？这不可能！一定是你在骗我！沈怀里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师徒2人就如这个杯子，恩断义绝。下课。徒弟，今日的课就上完了，下课。下课。下课。那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师傅。对，手机，找到手机就能知道沈念到底是不是我师傅。师傅不见了。沈医生，您这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呀？桶里的东西都统一收走的。收到哪儿去了？啊！您把垃圾收到哪儿去了？收到楼下的大垃圾桶里去了。沈医生平时说话都温声细语的，这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啊？都急成这样。哎呀！沈念真的会是师傅吗？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这部手机里一定会有我和师傅这3年来的聊天记录。徒弟，今天的工作怎么样啊？师傅，我今天做了一台超级麻烦的手术，收获满满。我的徒弟真聪明。师傅，这个病人的情况和手术方案我都发给你了，你看一下这个方案怎么样？哎，我的笨徒弟啊，你这个手术方案忽略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。你听我跟你讲啊，我还是觉得你叫我师傅有些奇怪，我们只是偶然认识的网友，而且我才18岁，要不你还是别叫我师傅了吧？不行，能力无关年龄，你既然教了我医术，那我就该尊称你一声师傅，反正你这个师傅我认定了。好吧，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结为师徒，徒弟。师傅有何指教？错了，全都错了。原来我一直敬重秦牧的师傅，就是被我嫌弃的亲妹妹。小叔叔，今天是周末，我要和我2哥、3哥一起去郊游了。这是我回到沈家以后第一次跟家人出去玩，我真的好期待呀！我怎么不记得跟沈念一起去郊游过？哎，今天出去好好玩啊！人都到齐了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咱们出发吧。好，出发。2哥，等一下。沈念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落东西了，我给大家准备了驱蚊水、消毒水，还有紧急药箱。行了，这些东西下人已经准备了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2哥，咱们一家人出去郊游，我坐哪儿啊？你也看到了，车都坐不下了，你在家等着我回来吧。 2哥，原来我不止骂过、驱赶过沈念，还对他做过这么残忍的事。
念念，今天和家人去郊游，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一天。白天我们一家人去野餐，晚上我们围在一起烧烤。二哥还把烤好的第一串给我，就像小时候一样，还说以后不管我想去哪儿都会带我一起去。对了，小叔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二哥吧。我二哥叫沈怀礼，是一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，还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，一双手就能把病人从鬼门关拉回来。他对所有人都很好，对我更好。沈医生，有个叫沈念的女生找您。哥，沈念？对，外边下雨了，所以就把她带过来了。沈医生，她是你妹妹吧？她是我家保姆的女，不是我妹妹。还有这种闲杂人等，不要带进医院。哦，好。当当当，小叔叔，您看见没有啊？江海外科第1的奖项是我二哥的。你看，我二哥不仅奖杯特别多，而且他还参加过学术讲坛，上过电视呢。哦，对了，你去看今日新闻的第12期的第27分钟，有我二哥的采访呢，你一定要看哦，不可以不看哦。哦，对了，给你看，这是我二哥跟全球顶级外科医生的合照，知道我二哥有多厉害了吧？沈念，谁让你进我书房的？二哥，我只是想来看看你的奖项，向朋友炫耀炫耀。出去！不许进来！等一下，你都碰我什么东西了？还有，我这个人有洁癖，像你这种不干不净的人，别碰我的东西，我嫌脏。对不起，二哥，我以后不会再乱碰你的东西了。还不快滚！都是我的错，全部都是我的错。对不起，念念，是我把妹妹弄丢，哥哥知道错了。大哥，你出院了。看来你已经看到手机的内容了。大哥，我才知道，我一直尊重的师傅就是念念。他跟我在一起住了这么久，我都不知道他医术的天赋这么高，早就可以独当一面了。可是现在都被我给搞砸了。想当年，念念刚来到这个家的时候，每天围着我们转，跟着我们屁股后头嘘寒问暖，哥哥哥哥的叫，我们还那么讨厌他。现在，二哥，我在医术里面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案例，你要不要一起看看？以你的智商，看得懂。二哥，你工作辛苦了，吃点水果吧。脏死了！二哥，你看我得了满分，你看。我上班已经很累了，以后这种小事能不能少烦我？二哥有洁癖，不喜欢切好的水果，我以后一定要谨记。二哥，我会努力成为你喜欢的妹妹的，绝不会给你丢人的。二哥，我记得我在走丢之前，你告诉过我，绝不会让我掉一滴眼泪。二哥，你食言了，但是我会原谅二哥99次。如果二哥再不理我，我就彻底不理你了。念念，是哥哥对不起，哥哥伤害了你。大哥，下面的内容不敢再看。我们现在承受的只是念念痛苦的1/1000，这些是对我们的惩罚，我们应该接受。小叔叔，你猜我在家里仓库发现了什么？当当，一个发卡，你看。这个是我小时候走丢之前二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呢，我还以为弄丢了呢，没想到今天居然被我找到了。这次我一定要好好收藏，再也不会把它搞丢了。你的生日仓库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我生日快乐。
儿小公主18岁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二哥，我就知道二哥对我最好了。对了，爸妈，今天是不是也是姐姐的生日啊？今天也是我的生日。生日只是一个仪式，过不过都无所谓。可是二哥，你不是答应过我说每年生日？什么时候说？你少拿这些胡编乱造的话来装委屈了。不过是一个生日而已，每年都会过，又不差这一个。你怎么什么都要跟婉儿争啊？好了，二哥，不要怪姐姐了，毕竟是我们忘了姐姐的生日。不过我的蛋糕可以给姐姐吃。姐姐，烧在哪了？就算你不喜欢我送你的蛋糕，我可以重新给你买，你也没必要推我。我没有推他，明明是他自己。沈念，好好的生日被你搞成这样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二哥，我没有推他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还敢狡辩？好啊，既然你不懂沈家的，现在就去汤铺面壁思过，好好反省。大哥、三哥、爸妈，还不快去啊！大哥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念念给过我机会，是我把他变成现在这样了。是我们一步一步渐渐地推向深渊的。我要去给他道歉，我要弥补之前我对他所有的伤害。我一定要让念念原谅我。断弦难再续，破镜难重圆。人心一旦有了裂痕，再也修复不了了。公司遇到不明举迹就去查，没事别来烦我。大哥，我回来了。念念回来了吗？他还是没有回来。我去找他了，他根本不愿意见我。那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这杯子怎么碎了？我明明都已经拼好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一定能重新拼起来的。大哥，二哥，我听家里的下人说，你们这几天连工作都不去了，就是为了讨好沈念那个贱丫头。闭嘴！三弟，沈念也是你，以后不允许你这么说道。大哥，沈念那个女人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和二哥变成了这副模样？你自己看看沈念的手机就知道了。我劝你以后别欺负你，免得步我跟你二哥的后尘。我才不看那女人手机，肯定又是在作秀。看不看随你，但我希望不要后悔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像你和二哥这样，我不可能后悔。呀，今天是个什么特别的日子？你们三个兄弟都在家呀？还能是什么日子？大哥二哥的忏悔日呗。为了给沈念道歉，大哥二哥连工作都不顾了。算了，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了。婉儿，这次跟爸妈出去旅游玩得怎么样？当然开心了，还给大哥、二哥、三哥都准备了礼物。这什么呀？这是我给大哥买的领带，这个是我请国际知名设计师给二哥定制的针灸包，还有这个是我专门给三哥定制的耳麦和麦克风。怎么样？有闪念的吗？啊，没有。爸给我买了很多礼物，这条裙子送给姐姐怎么样？这条裙子还挺好看的。沈念也是沈家堂堂大小姐，她不该要你不要的东西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占了姐姐的位置啊？那我现在就去把姐姐找回来好了，我去求她回家，这样你们应该就会开心一些了。婉儿，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对沈念怎么样我不管，但要是谁敢欺负婉儿，我绝不会坐视不管。不，大哥，三弟对念念的偏见重深，恐怕会伤害到念念，还不赶紧追？沈念，给我站！你又有什么事啊？没想到你现在手段这么高明，让大哥和二哥都为之一转。怎么，
看到沈怀瑾和沈怀里的态度，你慌了？沈念，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我和三个哥哥10几年的感情，不是你一朝一夕能比的。现在你的爸妈爱我，你的3个哥哥相信我，就算你死了，他们也只在乎我。你的爸爸妈妈爱我，你的3个哥哥也只相信我，就算你死了，他们也只会在乎我。我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，你就是故意激怒我，让我在沈怀洲的面前打你是吗？好啊，我满足你。沈念，找死！沈怀洲，住手！没事吧？沈念，你敢欺负我吗？就算有大哥二哥给你撑腰，我也绝不会让你踏进沈家半步。沈念，你疯了！打我可是你哥！怎么？现在知道你是我哥了？刚才你为了这个养女打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你是我哥呀？沈怀洲，跟我回家，走。念念，杯子我已经捏好了，看看能不能。沈怀里，我不想再跟沈家有任何牵扯，请你回去告诉其他人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真的回不去了。大哥，你刚才为什么要拦着我？你没看见那个野丫头是怎么对待婉儿的？她当着我们的面都敢对婉儿动手，背地里不一定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周，沈念是我们妹妹，而且她很好。她沈念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很清楚。不管从前还是以后，我沈怀洲的妹妹只有沈婉儿一个。沈怀洲，你有真正了解过沈念吗？这个是他在我们家时用的手机，我劝你把里边的内容看一看，省得以后追悔莫及。他的东西我嫌脏。沈怀洲，如果你能早一点挽回，说不定沈念对我们这个家还有点留恋。不需要，我还带婉儿参加慈善拍卖会，要挽回你们随便。这个土包子怎么也来参加酒会了？听说他也要进娱乐圈，他背后的靠山就特意带他来参加酒会，为他举荐娱乐圈内的各个大佬。浪费资源，他是会唱歌还是会演戏？你可别看不起他，听说他的曲子被某个顶级大佬相中，甚至要邀请他加入团队。被顶级大佬相中，他认识五线谱吗？各位，欢迎大家来到慈善晚会的现场。本次晚会就是抑郁症患者募捐的。为此，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客人为大家进行演奏。沈念，这个主办方的眼光还真是差到离谱，竟然让沈念来演奏，哗众取宠。这种酒会没必要参加啊！你们走。三哥，我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们回家吧。沈念，你为什么会弹这首曲子？别人遭受严重网暴，内心受到了很大刺激，已是重度抑郁，只靠药物治疗的话，恐怕是不可能的。最重要的还是要病人自己走出来。好的，医生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喂，听说因为沈怀洲的原因，一个女孩被害死了。不止如此，这样劣迹斑斑的艺人，为什么还没有被封杀？私生活混乱，我看这种人呢，就得抓起来。究竟谁喜欢这样的关系？干脆说了算喽，干脆死了算了。臭人多作怪。我没有害死任何人，不是我。那是沈怀洲，我们快去拍他。不看，不要再看了，不看。是不是只有我死了，你们才肯放过我？三哥，你终于愿意出门了。刚
是谁弹的？当然是我弹的了，我专门为三哥创作的。三哥喜欢吗？婉儿，谢谢你。沈念，你到底为什么会弹这首曲子？沈念，你到底为什么会弹这首曲子？沈三少，你觉得呢？三哥，这首曲子其实……说，是不是你偷了婉儿的曲谱啊？沈念，你就是用这种方法骗了大哥和二哥吧？现在你偷学婉儿的曲子，就是想吸引我的注意，那你的算盘打错了。你就没有怀疑过沈婉儿吗？这首曲子是婉儿特意为我创作的，我怎么可能怀疑她？婉儿，沈念冒充你，现在还撒谎说这首曲子是她创作的。你上台弹奏给大家听好不好？告诉大家，谁才是这首曲子真正的创作者？三哥，这首曲子意义非凡，我已经不想再弹了，而且我也不想勾起你的伤心往事。婉儿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我现在对之前的事情已经释怀了，我更不想看到你的作品被有些心怀不轨之人霸占。你放心上台演奏，三哥会护着你。可是我……沈婉儿，既然沈怀洲都要求了，你要不就上台演奏一曲？你这么推三阻四，该不会是怕了？安姐，弹就弹，谁怕谁啊！三哥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弹过这首曲子了。如果我弹的没有以前好，你会不高兴吗？放心吧，婉儿，三哥永远不会嫌弃你。那就好。婉儿，为什么你现在弹奏出来的琴声和当年完全不一样？三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这首曲子本身就不是他创作的，真正的源头就在这儿。这首曲子是沈念创作的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三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担心你的情况，而且我害怕你病情加重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三哥。沈怀洲，你有真正了解过沈念吗？这个是他在我们家时用的手机，我劝你把里边的内容看一看，省得以后追悔莫及。手机，对，那部手机里一定有原因，我要看看沈念到底有没有在说谎。三哥，你听我解释，三哥，你不要走，三哥，三哥。你不是去参加慈善会了吗？跑过来干嘛？大哥，沈念的手机呢？我现在就要看他的手机。怀洲，在找什么呀？真的是他，这首曲子的创作者真的是沈念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哥，我弄错了，曲子的创作者是沈念，当初鼓励我的人也是他，我搞错了，我全都搞错了。我们已经知道了。不，你们不知道，你们不知道当初一直安慰我，让我有活下去希望的那个人就是沈念，是他一直鼓励我，支持我，让我重新放弃了轻生的念头，给了我重回巅峰的勇气。可我却做了什么？我为了婉儿一次次的伤害她，我真不是个东西。我们又何尝不是呢？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挽回了吗？人的偏见一旦产生，就很难被消除。再说，念念现在一定恨透我。不会的，我当初那样对她，她愿意帮助我，鼓励我。现在我们知道错了，她怎么会不肯原谅我们？对，手机，只要我知道曾经对念念的亏欠，我可以一样一样去弥补，念念一定会原谅我。小叔叔，你还不知道我三哥吧？我三哥可是爆火的顶流，还是我的偶像，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三哥的海报。我还买了他每一张演唱会的门票，三哥在舞台上简直太帅了。演唱会门票不便宜，沈家给你的钱够
当然会给了，而且我三哥每次还给我不少钱呢。小叔叔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对不起，是哥哥错了。再看看手机里的其他内容吧，这是我们欠你的。从今天开始存第一笔钱，我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我就能攒够去三哥演唱会的钱了。早饭吃一个包子吧，午饭2个馒头，晚饭，算了，不吃了。晚上饿一下也没啥，对吧？一天吃2顿，那放学之后再去兼职家教，这样算下来，我算算。再过2个月就能攒够去三哥演唱会的钱了。先上偶像沈怀洲了解一下。哎，我听说这个沈怀洲啊，被别人爆出黑料，私生活混乱，还间接害死一个女孩。我看啊，要不了就得被推圈了。你别走，我三哥不是你说的这样，他明明非常正直善良，你凭什么这样说他呀？你给他道歉！神经病吧你！三哥明明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他为了保证拍摄进度，每天只睡3-4个小时；他为了保持身材上镜，每天只能吃健身餐。他为什么会被人骂成这样？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三哥？保安大哥，你们公司有人在网上发表了不实言论，我只是想见见他，让他解释清楚，还我三哥一个清白，行吗？我们公司有规定，闲杂人等禁入内，赶滚！小姑娘，外面雨下这么大，你就不要等了，你是等不到的，赶紧回家去吧。我不走，我一定要还我三哥一个公道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我也会继续等下去的。我是沈怀洲的粉丝，因为你的帖子，他现在得了重度抑郁，情况真的很不好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赶紧放开我，要不然我就要报警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解释一下吧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你是神经病吧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就在网上解释清楚，这件事情跟沈怀洲没有关系，你要还沈怀洲清白。解释清楚，一定要解释清楚。这女的太可怜了，要不还是帮她一下吧。是呀，要不然你帮帮她吧。好吧，之前有关沈怀洲的言论只是我个人口嗨，没有任何的实证，没想到给沈怀洲先生造成这么不好的影响，实在抱歉。澄清了，婉儿，那个造谣的人亲自澄清了。时隔这么久，我终于又在三哥的脸上看到笑容，就觉得身上的伤口一点都不痛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原来念念在背后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，我都做了什么？沈念，你敢欺负我们？就算有大哥二哥给你撑腰，我也绝不会让你踏进沈家半步。我为了婉儿，一次次的伤害念念，我要给念念道歉，我一定要取得她的原谅，我要亲自感谢她给我活下去的勇气。三哥、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没想到沈念小姐既会创作，还会设计珠宝，真是多才多艺呀！张先生过奖了，这一切都多亏了我小叔叔，是他让我有底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沈小姐与裴先生的关系不是情侣，就是叔侄。不是的，张先生，裴思年他是我的小叔叔，我们之间不是那种关系。我们确实不是情侣，但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哦，我懂。念念，沈三少找我有事吗？念念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当初写那首歌的人是你，帮我澄清的人也是你，我现在全都知道了。然后呢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告诉你有用吗？你们曾经对我说过的话，难道都忘了吗？沈念，我告诉你，婉儿永远是我们的妹妹，就算你回来，你也别想赶走她。就算你死，我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沈念，你
就不应该回沈家。滚！看样子你们是都想起来了，那就不用我多说了，滚！沈念对我们恨之入骨，看来是不会原谅我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沈念看我们的眼神，就像看仇人一样，根本不像刚来沈家时的样子。他现在有多恨我们，之前就对我们付出了多少。看来这一切只有时间才能改变。沈念，既然你已经滚出沈家，为什么还要阴魂不散？我绝不会让你抢走我的地位，绝不会。沈小姐配先生，有人把您2位的车胎给扎坏了，查到是谁做的吗？我应该知道是谁。沈婉儿，你还想逃到哪儿去？又不是我扎你的车胎，你找我茬做什么？我还没提车胎的事呢，你就自投罗网，还是跟以前一样蠢。蠢的人明明是你，父母不爱你，3个哥哥也不相信你。今天就算你知道这车胎是我扎的，又能怎么样？你不提醒我都忘了。小叔叔，车钥匙借我用一下。沈念，你要干嘛？爸爸妈妈爱我，你的3个哥哥也只相信我。就算你死了，他们也只会在乎我。沈婉儿，我说过我会将你曾经欠我的。沈婉儿，我说过我会将你曾经欠我的全部还我。你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出什么事，爸妈和大哥哥3个都不能放过你。沈家，我亲眼看着你们最爱的女儿妹妹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。我沈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儿？爸，这烟太大了，咱先带婉儿走，别管她了。走，快走！爸，救我！沈婉儿，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有下一次，我可就不会踩刹车。沈大小姐，你欠我的2000万，要是再不还，老子就去沈家找你的养父母，好好聊聊你在外面赌博的事。我还！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晚上，如果还还不上这2000万的债款，老子就去问你养父母样。绝不能让爸妈发现，我就偷最后一次家里的钱。只要把这笔钱还上，我就还是爸妈的乖女儿。哎呀，夫人，奶奶怎么了？婉儿不是要填写高考志愿了吗？哎呀，这2天呢，我就去各大高校实地考察了一番，这腿都快跑断了，终于选了几所不错的学校。今天晚上啊，让她挑个喜欢的。你对婉儿小姐真好。哎，婉儿呢？婉儿小姐刚回来就上楼了，好像是遇到了什么事儿，要不我去叫她吧？不用，我亲自给她惊喜。婉儿，钥匙果然在好地方。婉儿在里面吗？婉儿，妈，找我什么事啊？你身后拿的什么东西？没什么呀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吧。等一下，那何姐的首饰呢？啊，我没看到啊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这
放的什么项链？你拿来！您偷了项链，你干嘛要说谎？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只是看它好看，我想拿出去炫耀一下。我一时鬼迷心窍，你就原谅我，你原谅我吧。你好糊涂啊！之前念念在的时候，家里丢的东西是你偷的吗？不是我，是沈念偷的。我第一次偷，你拿来！今晚的事情我会告诉你爸，你跟他去解释好了。不要让我妈知道。是的，我把我赶出去的。你把项链给我，给我起来！给我拿开！妈怎么会突然从楼梯上掉下去？我也不知道妈为什么突然掉下去，我现在好害怕。回去，你也别逼问婉儿了。现在当务之急啊，是你妈现在怎么样了？病人脑部受到重创，颅内积血压迫了神经。现在虽然抢救过来了，但后续情况还需要慢慢观察。那他还会醒过来吗？我是说，他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这个现在没法确定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就算是醒过来，大概率也会是植物人。还是往好的方面想吧，也许等妈醒了，就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对啊，医生只是说大概率，说明妈妈还是有希望恢复过来的。爸，最近就由我来照顾妈吧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工作都太忙了。那就辛苦你了啊！没事，妈对我这么好，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沈念呢？啊，使了这么长时间性子了，现在你妈危在旦夕，通知她别来探望你妈。小叔叔，你还要工作多久嘛？好无聊啊！早上是谁吵着说一定要陪我来上班？那我现在就要出去玩嘛，你陪我去逛商场，求你了。听话，不然就回去。裴思年，你竟然敢这样敷衍我，我不想跟你玩了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就裴思年了。小丫头长大了，连小叔叔都不叫了。那你自己说的嘛。我们年龄差只有9岁，你干嘛非得让我叫你小叔叔？那你想叫我什么？我想叫你小叔叔就叫你小叔叔，想叫你裴思年就叫你裴思年。因为我们的年龄大，我叫你哥哥，你也管不了。大哥，裴氏集团可是近5年内势力最猛的摩托企业，远超于我们沈氏集团。念念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根据调查是这样的，可能跟沈的那个小叔叔，当初沈念来公司找我，却被保安赶了出去。如今的沈念，就算没有沈家，再也不会轮到我。你好，我们找沈念。有预约吗？我们是沈念的哥哥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想带他回到家。你们是沈小姐的哥哥。翁老板说了，沈氏集团的人不得入内，尤其是沈小姐的家人。那你还不是放下你的工作陪我去逛商场？原来高高在上的沈少爷也有弯腰的一天。念念，妈忽然从楼梯上摔下去了，现在已经住院了，你跟我们回去看吧。求我！念念，她毕竟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啊，大哥错了，你跟我们回去吧。她是生了我，
这份恩情我已经还过了，但你说他养了我，不觉得可笑吗？念念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那我应该怎么说？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说？我告诉你们，别想用你们的亲情来绑架我。生而不养，断指可还；未生而养，百日难还。谁对我有恩，我清清楚楚。我的家人，始终只有小叔叔。念念，是我们之前是对不起你，但大哥跟你道歉。大哥求你了，你跟我回去吧。是啊，二哥也跟你道歉。怎么？我们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妈现在病得很严重，你就跟我们回去看看妈好吗？别让她伤心了。你们有心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跟你们沈家断绝了关系，以后你们沈家的人是生是死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小叔叔，我们走。妈，我也不想看到你这样，但是我真的怕爸知道我的秘密。好不容易才从孤儿变成大小姐，我才过了10几年的好日子，我不想就这么给毁了。您对我这么好，一定会理解我，对吧？只要你就这么乖乖的躺着，一辈子别醒过来，女儿就好好照顾你一辈子。别手啊！别手啊！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沈夫人福大命大，如今已经醒过来，应该会慢慢康复的。妈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你说什么？妈想见念念。念念呢？现在在哪儿？念念对我们家恨之入骨，不肯回来。哼，我就知道不在自己身边养大的孩子都他妈白养。爸，您别生气，说不定姐姐是有什么事耽搁。她可是妈10月怀胎生下的，妈现在病得这么重，她如果真不来，那不真成那样了？什么事比你妈的命还重要啊？啊！知道她是一个白眼的，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妈接回沈家。爸妈，哥哥。既然姐姐已经回来了，那我还是从现在的房间搬出去吧。毕竟她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一直霸占着她的东西。什么霸占不霸占的？你从小身体就弱，现在的房间向阳，阳光充足，最适合你。哎，你看看，又咳嗽了是不是？来来，妈带你回房休息啊。去吧去吧，走。妈。我住哪儿啊？地下2层左手有个仓库，你先住着，等我腾出手，你再搬。是这样的，念念没错，错的是我，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我最后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要再赶不过来，以后就别想回沈家。大哥，咱们把沈念的小叔叔约出来，这办法能行吗？那个男人看着可好使了。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，大不了多给他点钱啊！我们只是想让念念回来看看咱们，他应该不会不同意。3位沈少，你们等的人来了。雷先生，你好，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。3位沈少，找我什么事儿？裴先生，想必你也知道，我们的母亲遇到了很严重的事故，现在我想让念念跟我们回去见见我们的母亲。凭什么？裴先生，念念年纪小，做事冲动很正常。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也这样任性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念念因此错过了和母亲最后的见面机会，她可能会后悔一辈子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念念在你们沈家受了不少的委屈，罚跪、关禁闭、不让吃饭，一手养大的小丫头，凭什么在你们家说这种蠢话？现在只想让念念回去看看我们的母亲，你又何必为难我？不是他为难你们，是我自己不想回去。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我答应跟你们去医院。我就知道你舍弃不了沈家的家业，还是回来了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我今天来是来告诉你们一些真相。13年前，
沈强亲手把我送到孤儿院，1个月后带回了养女沈婉儿。13年来，沈强曾多次前往墓地纪念一个叫陈芳的女人。宋女士，从这些信息里猜到了什么？姐姐，妈现在病重，你不要再在屋里洗闹了，否则你就滚出去！你个小三生的东西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学会闭嘴？念念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她是小三儿的女儿？没错，而且她还是沈强跟小三生的女儿。沈先生，你这一招狸猫换太子用的真是妙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看你是疯了，拿谎言骗我们的。那就看看证据吧。沈念真的是你抛弃的？你真的背叛了妈，和别的女人生下了沈婉儿？没错。宋春阳替小三养了几年的孩子，敢去责备他？自己亲生的女儿赶出了家门，敢去责备他？还有脸问我为什么？都已经答应你了，不会再跟陈芳继续交往了，也向我承诺会放过他们的。可结果呢？我却等到了一张死亡通知单，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我要让你还有你的孩子去赎罪。精彩，实在是太精彩了。沈婉儿，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你处心积虑的事情，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笑，就像一个养小丑？沈家3少爷，你们心中伟岸的父亲，只不过是一个找了小三养情妇，抛弃自己亲生女儿的混蛋。信念崩塌，感觉怎么样？还有你们上一辈人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们的仇恨要由我一个人承受呢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不过呢，都无所谓，这场闹剧就在今天结束。要干什么？进来吧。这是一份关系断绝书，由培智集团法律部拟定。从今天起，陈念小姐跟沈家断绝关系。她已经签字了。沈总，你也签字吧。不许乱说！念念，我知道我们沈家对你有很多亏欠，但我们是亲人，你是你亲人。念，想跟我断绝关系，不可能！沈总，您是个体面的人，不想我用强吧？那就动手吧。来，我钱。从今天起，陈念小姐与沈家再无关系。沈总，保重。爸，这一切跟念念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让一切的错由念念来承担？她做错了什么？做错了什么？她错就错在她是宋春天的女儿。那您那么恨她，当初为什么要把她接回来？婉儿的身上花费了这么多的心血、时间，还有金钱，目的就是要让婉儿为我们沈家带来更多的利益。沈念就是我亲自为婉儿选择的魔道师。爸，沈念也是你的女儿，谁对我沈家有用，谁才是我沈家的女儿。既然选择了婉儿，婉儿就是我沈家唯一的女儿，沈家唯一的大小姐。来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！培智集团对外宣布，永远不跟我们合作。现在公司90%以上的合作方案都要解约。啊！培智集团是近5年来龙头企业，他为什么要针对我们沈家？报应！我知道原因，因为收养沈念的那个人是培智集团，刚才他带来的那些律师也是培智集团。培智集团就是为了沈念才跟我们沈家做的。培智集团是全国最大的企业，沈念不可能跟他没有关系。就算是有关系，也是他利用这层关系，在培智集团老总面前说了我们的坏话。培智集团的老总误会了我们。如果
过没关系，3日后是珠宝设计大赛，到时顶级的权贵都会到场。婉儿，我要让你一定要拿到头级，让我们沈家一飞冲天。爸，我的设计水平不太够。这是宋春玲这么些年来设计稿，你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一定要沈念踩在脚下，裴氏集团抛弃他。爸是想让我取代沈念？你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，爸当然觉得你比他强。谁家小叔叔这么帅，工作起来简直魅力十足啊！又调侃我是吧？谁调侃你了？你都不知道，你们公司的女生有多羡慕我，说我有一个长得帅、身材好，还特别宠我的小叔叔。我身边那些高管也跟我说，他说羡慕我有个漂亮、性格好，还特别优秀的小侄女。好了，我们就不要再商业互吹了，说吧。找我这个超级无敌小可爱，是不是？你不是一直喜欢珠宝设计吗？3天后有个珠宝大赛，你代表裴氏参加。我代表裴氏参加。我代表裴氏参加，我一次正经比赛都没比过呢。你就不怕我搞砸了？放心，我陪你去，你就当去玩喽。小叔叔。有时候我觉得吧，你对我有点过于溺爱了，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。哎呀，那你可得对小叔叔好点啊！以后要是小叔叔找不到老婆，你能不能养我啊？你说话就说话嘛，你干嘛捏我脸？好了，比赛的事情你放心好了。包在我身上，走啦！沈念，裴氏集团竟然会派你来参加比赛，看来他们的眼光不怎么样。沈强派你这个废物来，看来他也是无人可用。我跟左志强。今天的设计大赛会让你看到我们之间的差距，彻底把你踩在脚下。沈念，从今天开始，婉儿将会成为设计界的宠儿，而你将会被裴氏集团厌弃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。婉儿，这次设计比赛有没有把握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找人把他的底稿换了。这次比赛，他必败无疑。欢迎大家来到珠宝设计大赛的现场。首先欢迎第1位参赛者上台。现在只剩下最后2位参赛者，大赛奖杯的获奖得主究竟花落谁家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参赛者沈婉儿女士。各位好，我设计的作品名称是《海洋之心》，我的设计理念是以上就是我的设计理念，谢谢大家。这个不错，看来今晚的冠军就是这位沈小姐了。接下来有请我们最后1位参赛者，有请沈念女士登台。沈清，今晚就是你们走向深渊的开始。沈念，你死定了！你知道你的演讲在我眼里像什么吗？一坨屎！你。珠宝设计除了外观以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品质。但是刚才这位沈婉儿小姐却说，他们沈氏集团采用的珠宝是来自北美矿场的原矿。北美矿石的质量在行业内属于中上等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原矿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我这里有一份数据显示，北美矿场近2年来
出口率大幅度下降，甚至几个月的出口量都不如以前的一半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这个矿场它本身就有问题。我们公司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，所以已经派人去矿场实地考察过了。在这里，我向大家保证，除非有泥石流、洪水等特大自然灾害，矿场本身没有任何问题。说的真好啊！那你知不知道，洪水马上就来了？说的真好啊！那你知不知道，洪水马上就来了？矿场最怕洪水、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，一旦洪水爆发，谁还敢去挖原矿？对呀，到时候原石供给不足，珠宝做不出来，那我们的钱不就全打水漂了？就是。沈念，你不要在这儿动摇人心了。现在天气这么热，怎么可能爆发洪水？还是说你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？我还真会。爸，您看看这个新闻。北美矿场受特大山洪影响，矿洞倒塌，伤亡惨重，与之相关的合作方纷纷面临倒闭。什么虚假新闻都拿来让我看？爸，这不是虚假新闻，您再看看这份资料。我查到北美那边已经发生了洪水，现在取消合作还来得及。姐姐，无奸不商。再说了，这合作商的钱已经进我们口袋，就算这洪水真爆发了，损失的也不是我们。爸，你说对吧？还是我的宝贝女儿聪明，一学就会。至于你，我们沈家的生意轮不到你来插手。沈念，不要在这危言耸听。行啊，那就看看证据吧。爸，我听说最近天气不好，要是让投资商知道北美矿场的供应链随时可能会中断，会不会对我们沈氏有影响啊？商场如战场，他们既然选择了投资我们，出现的事情他们应该自己承担。沈念，这个视频你哪儿来的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各位投资人，看到这样的沈氏集团，你们还有兴趣合作吗？沈氏集团居然早就知道北美矿场有问题，却还在这骗投资，简直用心险恶。像你们这些黑心企业家，我们绝对不可能和你合作。这也太黑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沈董事长，看来您选的这位女儿也不怎么样。低估了念念，他有勇有谋，有领导力，有天赋。再过几年，不可限量。妈，别急，我拦着他。念念，爸妈现在都分开了，妈也知道错了。你跟哥回家吧。裴氏集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妈手底下还有几家珠宝设计公司，全交给你打理。沈怀姐，我看你是没人管了才想起我来了吧？你跟宋春林离开沈家还剩什么呀？念念，这些都是暂时的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一定带着这几家珠宝公司上市。但只需要裴氏集团帮我渡过难关。凭什么要帮你？公司倒闭，你们一个两个再也不用对我大呼小叫，这样对我来说不是更好吗？这样吧，我让裴氏集团帮你们渡过难关，你把沈氏集团搞垮，然后送给我怎么样？你要沈氏集团？对啊，不可以吗？沈怀瑾，你在沈氏工作将近10年，突然被收回了总裁的位置，肯定很不适应吧？沈强那个混蛋害了你妈一辈子，你就不想让他尝尝后悔的滋味？我拿到沈氏集团之后，你还是可以继续当你的总裁，宋春林的生活也不至于那么难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既然这样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父子情深，所谓的亲情吗？念念，妈现在病的状况不好，沈家要遇到这种情况，我身为大哥，必须要站出来撑起这个家。就算大哥求你了，沈怀瑾，
我请你收起你这副令人作呕的样子，别拿你的亲情来绑架我。看来是我之前说的话不够明白啊。妈，可从来不认识什么沈家的人。念念，你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？除非你们都去死。那他人啊？小姐自从回来之后，就一直心情不好，还把自己喝得烂醉如泥。我怎么劝她都不肯出房间，也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情。我知道了，您去休息吧，我来照顾她。好。念念啊，告诉叔叔，为什么不开心啊？沈家真的太可笑了。更可笑的是我上一世竟然为了讨好他们，连命都豁出去了。他们根本就不配。让小叔叔帮你保住好不好？我让他们都消失。我恨他们，我恨我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对他们做到视而不见。他们欺负我、伤害我的时候，我还是会觉得很心痛。如果觉得心痛的话，就统统快乐哭一场，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，都会陪在你身边。小叔叔，如果你以后结婚了，有了自己深爱的人，你还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吗？我会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我只是想让你做我的小叔叔。你说什么？我好像对你有一点心动。哇，昨天晚上到底喝了多少酒？现在脑子都是懵的，什么都记不起来。现在轻一点没有？小叔叔，你为什么一脸春风得意的样子？说，昨天晚上去干嘛了？沈念小姐，一般报备这种事呢，我只和我女朋友讲。不说就不说嘛，我还不想知道呢。干嘛？昨天晚上我在家照顾了你一整晚，不信你问张妈。真的？那你为什么一脸春风得意的样子？至于什么时候想起来就知道了。哦对，3天后就是你的生日，我准备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。沈念小姐意下如何？那我要这全世界最贵的生日礼物。可以。爸，医生说你是怒火攻心，让你千万不要再着急了。爸没事，公司的合作怎么样了？经过沈念昨天这么一闹，几乎所有合作商都取消了。不过爸，裴氏集团发了一张裴氏千金生日宴的邀请函，只要我在晚宴上做点手脚，让沈念毁了这场晚宴，那他一定会被赶出裴氏集团。婉儿，算了，不要再斗下去了。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连你也觉得我比不上沈念是吗？我只是怕伤害到你。我一定会证明你的选择没有错，我也一定不会输给沈念的。欢迎监督的各位权贵来参加裴氏集团千金小姐的生日宴。沈念竟然没有来参加裴氏千金的生日宴，看来他的靠山在裴氏集团的地位也不过如此。下面有请裴氏集团总裁和裴氏集团千金出场。沈念竟然是裴氏千金。下面有请裴氏集团总裁和裴氏集团
段千金出场。沈燕，竟然是裴氏集团的千金！啊，念念是裴氏集团千金。小叔叔，我去趟洗手间，待会儿来找你。去吧，等你回来，我有个礼物要给你。好。绝对不会输给你，你去死吧！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裴总，手下办事不力，没能找到沈念小姐，再去找。要是找不到，你就都别干。是。沈念，这次是我赢了。沈婉儿，你为了赢竟然绑架我！立刻去查念念的下落。是。沈婉儿，法网恢恢，你杀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来人，召集所有人寻找沈念。上。我不在乎。对了，你知道宋春林怎么瘫痪的吗？他是被我亲手从楼梯上推下去的。是吗？被自己宠爱了10几年的女儿差点杀死，他一定很痛苦吧？不，他不痛苦，他痛苦的是误会了你。亲手把你赶出了家门。不过我的好姐姐，要是没有我们欺负你，又怎么会有你今天的成就，对吧？哎，大少爷，人找到了。裴总，人找到了。人找到了。走。来人，跟我走。你说的没错，没有沈家，就没有今天的。啊！你怎么先开绳子的？我早就料到你会对我动手，所以我特意陪你演了这场戏。不可能，是不可能！这一切我还得感谢你们沈家所有人，感谢沈强，他的自私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感谢宋春林，他的偏心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忍耐，还得感谢沈怀瑾，他的冷漠让我学会了心狠手辣。感谢沈怀宇，他身为医生，外人面前风光霁月，却亲手将自己的妹妹推进鬼门关。还有沈怀洲，粉丝心中的偶像，他为了帮你栽赃陷害，挑拨离间，无数次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我头上。他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助纣为虐。还有你沈婉儿，一个私生女，鸠占鹊巢，为虎作伥。你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无耻，什么叫做斩草除根。你别过来！我这条项链里面安装了摄像头，你所做的一切都在实时播放。你们沈家人对我所做的一切都该结束了。我要和你同归于尽！住手！住手！把这女人送去警局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二哥，三哥，救我！救我！小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吧？念念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婉儿对你……忏悔的话留着下辈子说吧。小叔叔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这些东西是念念的，记录她这些年的真心话，送给你。今天小叔叔告诉我，我的亲生父母来接我了，还要带我回家。虽然我很舍不得小叔叔，但是我还是很激动的，一晚上都睡不着觉。我就说嘛，我肯定不是被抛弃的。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忘记小时候一家人的场景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的3个哥哥。大哥不爱说话，但对我有求必应，会认真的教我识字，教我背古诗。我的名字就是大哥教我写的。他说做人跟写字一样，横平竖直，不偏不倚。还有二哥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哥哥，就算是我弄脏了他的衣服，他也不会责备我。他教我要待人温和，善解人意。3哥经常带我偷偷买好吃的，还会带我去游乐园玩，还说我一辈子都是他的妹妹，只要有他在，他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。大哥、2哥、3哥，
爸爸妈妈，我不要漂亮的裙子，也不想要好吃的，以后也不会惹你们生气了。我们还能回到小时候吗？爸爸妈妈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到这个视频。这是沈念留给你的视频，我有些话我的第3个生日，想对你说。但这一次我又要一个人度过了。爸妈，你们在听吗？我真怀念小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经常坐在爸爸肩膀上，可以看得很远很远，感觉只要有爸爸在，我做什么都不用害怕，因为爸爸曾经说过，我就是他的全世界。我记忆中的爸爸，他总是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我。他是一个公司的总裁，在公司办公的时候雷厉风行，生人勿近，但是却会在我生病的时候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还有妈妈，在我生气的时候，妈妈总是会做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给我吃，但是后来我做了很多遍，都跟记忆中的味道不太一样。妈妈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，做你不喜欢的事情。我真的很想再尝一尝小时候的味道。从我记事开始，我记得我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爱、充满温暖、充满幸福的家庭里面。爸爸，是不是我不听话才不要我的？我改，我都会改的，只要你们告诉我。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已经很乖、很懂事了，你们还是都不喜欢我？爸妈，我到底还有哪里做得不够好呀？我记忆中那个爱我、疼我的爸妈去哪儿了？我是真的很想回到小时候。爸妈，今天是生日，我们一家人一起过吧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小叔叔，你答应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呢？你答应送给我全世界最贵的生日礼物呢？你瞒着我在生日宴上玩消失，还遇到危险，这是对你的惩罚。你就不要生气了嘛，我跟你保证，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，好不？哎呀，我的好小叔叔，你就告诉我的生日礼物到底在哪嘛？真的想知道？那你有没有想起来，你喝醉那天对我做了什么？想不起来了。你再对我做一次，我就告诉你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在哪吗？这枚戒指